萨拉姆，大家好。不知不觉啊，在伊朗已经停留了81天，我是在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离境的，所以呀，我这次在伊朗没有浪费一天时间。但是啊，因为我来伊朗的时候啊是冬天，所以刚开始的一个多月啊，我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旅社里面躺平的，是那种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那种。所以真正在伊朗旅行的时间其实只有1个月左右。具体去了多少城市呢？我自己也很难说，因为之前有一个沙发主嘛，带我去了北部，去里海沿线的很多城市。伊朗境内里海沿线的城市我基本上都去了，但都是蜻蜓点水的那种。但是真正在伊朗深度探索过的城市只有5座，但就是这5座城市也让我的伊朗之行非常的圆满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我这次的伊朗之行。如果你们也打算来伊朗旅行的话，那么这次总结的内容应该对你会有所帮助的。先说一下我对伊朗的印象吧。这是我第2次来伊朗，这次停留的时间更长一点，接触到的当地人也更多。比较明显的变化呢有2点，一点呢是网络，因为之前来的时候网络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而这次呢，因为之前经历过头巾革命，所以这次啊，伊朗的网络有很多的限制，访问国外的网站，包括访问我们中国的很多网站也都访问不了，所以必须要用到 VPN， 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刷卡明显增多了。我之前来伊朗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需要换大量的现金，然后携带大量的现金在身上，然后去付款。现在当地人呢，刷卡的现象明显增多了。即使是在地铁上，就是那种推小车卖小商品的那种小商家，你都可以刷卡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移动支付，对当地人来讲真的非常方便。但是呢，我们游客呀，还是只能付现金，因为我们无法办理当地的银行卡，而我们国外的不论是 Visa 卡、万事达卡还是我们的银联卡，在这里都用不了，所以我们游客还是只能用现金。但是好在啊，现在伊朗的币值它增加了。以前最大的是50万吧，现在有100万和200万的，所以可以换大量的这种大的币值，就不用换那么厚厚的一沓的那种10万的，这一点还算是比之前要方便很多。然后如果你也想像当地人一样刷卡的话呀，你可以购买一个那种礼品卡，这种礼品卡呢，可以当银行卡来使用，或者请旅行社协助你办理一张当地的那个银行卡。这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手续费会比较贵，所以说如果你只是短期来旅游的话，那就是换钱会比较方便。其他的呢就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了。至于伊朗的城市吧，它的城市建设谈不上多好，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的建筑。但是呢，伊朗的城市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城市内部的公园特别多，而且伊朗人对公园的利用真的非常非常的棒。每天晚上啊，你到公园去就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在公园里面野餐，尤其是星期5的晚上，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公园去看看，完全会颠覆你对伊朗人的传统印象。说到伊朗人呢，我个人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当然呢，也会遇到一些不良的商家，但是呢，大部分普通的伊朗居民还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对我们亚洲面孔的人。这个啊，我感觉可能是因为韩剧的原因，因为韩剧在伊朗甚至在整个中东、中亚地区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爆，就像当年韩剧在中国非常流行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所以当地人对我们亚洲面孔的人还真的是相当的不错，经常会遇到一些在路边野餐的人，然后会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野餐，甚至有的人呢会邀请你去他们家。所以总的来讲，我对这个国家和对这个国家的人都印象非常不错。我的这次行程呢，主要是在德黑兰，然后是卡尚、伊斯法罕，然后是雅兹德和色拉子。最早的1个多月啊，基本上是在德黑兰的青旅里面躺平，然后接着呢，在一个沙发主的家里住了3天。再后来呢，就是他带我去伊朗北部，大概玩了3-4天，然后在卡尚待了5天，在伊斯法罕待了10天，在雅兹德待了5天，在色拉子待了7天，整个在伊朗停留了81天，在签证的最后一天离境的。这次比较遗憾的是啊，有很多城市没有去到，像大布里斯啊、科尔曼啊以及阿巴斯港啊都没有去。
还有一些景点也没有去，比如说色拉子附近有一个粉红的盐湖，这是一个网红景点，我这次就没有去。还有在波斯湾中有2个比较有名的岛屿，这个呢我也没有去。所以这次伊朗之行呢，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错过了的。如果能够让我重新安排一下我的伊朗之行的话，我会这样安排。首先呢，德黑兰我会安排5到7天，然后呢，大不里士呢我会安排3天左右，然后卡尚也是3到5天，然后伊斯法罕我会安排7到10天，然后雅兹德呢我会安排3到5天，克尔曼安排3到5天，然后阿巴斯港会安排5到7天，色拉子也会安排5到7天。这样的话1个半月左右就可以把伊朗整个国家的主要城市都深度的探索一遍。如果时间充足的话，伊朗北部里海沿线的那些城市也都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对宗教建筑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去卡尚之前去库姆看一下。如果你只是短期旅行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的删减一些行程。但是呢，不论怎样，伊斯法罕和色拉子这2座城市一定不要错过，因为这是伊朗最经典的2座旅行城市。我这次呢是从亚美尼亚陆路入境伊朗的。我在来伊朗之前呢，在亚美尼亚换了1000欧，然后到离开伊朗的时候，我身上还剩200多欧元，也就是说我在伊朗这81天呢，消费不到800欧元，人民币也就5000多块钱，真的非常少。我之所以这次的旅行开销这么低呀，主要是因为我一路上都是住青旅的，比起住酒店省了很多。另外呢，大部分时间我在青旅里面也都是自己做饭，所以这也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。另外就是我没有买任何的贵重物品，所以这81天才只花了5000多块钱，平均每天才60多块钱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们打算买一些当地的特产的话，那就一定要带足够的钱，尤其是买藏红花，100克就要130美金，人民币将近1000块钱了，真的非常非常贵。所以你们要买当地的特产，一定要带足够的现金。而伊朗的特产还是蛮多的，除了藏红花，它还有波斯地毯，还有玫瑰精油和玫瑰纯露。另外，伊朗的干果，比如腰果还有开心果都很不错，价格比国内便宜很多。这些也都是很多人来伊朗旅游经常购买的一些当地特产。在伊朗旅游啊，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。根据我这2次在伊朗旅行的经验呢，我觉得在伊朗旅游至少有5件事一定要做的。第一呢，是逛一次大巴扎。伊朗是大巴扎的起源地，所以伊朗大巴扎非常有特色。你不用去逛那种非常有名的大巴扎，随便任何一座城市规模大一点的当地人的传统巴扎都可以去看一看，很有逛头。第二呢，是体验一下当地人的野餐。因为当地人野餐就跟他们喝茶一样，是他们日常生活习惯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伊朗人出门都会带上茶和那个野餐垫，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停下来进行野餐喝茶。这个你们可以随便找个公园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，看看当地人野餐的氛围，真的很棒。第三呢，是品尝一下伊朗的特色小吃，像这种冰粉是伊朗人的国民小吃。尤其在夏天非常受欢迎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，价格不贵，而且味道还特别好。尤其是这种放入玫瑰纯露的，味道真的非常的清香，一定要体验一下。第四呢，要参观一下伊朗的花园。伊朗的花园是波斯建筑的精髓，任何传统的建筑，大到皇家的宫殿，小到传统民居，都会有一个波斯花园，而且每个花园都非常有特色，这是来伊朗旅游一定要看的。第5呢，就是当一次沙发客，因为伊朗的沙发主是世界上口碑最好的沙发主，所以在伊朗当沙发客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，你可以非常深入而且真实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但是呢，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，我们当沙发客千万不要把别人的招待当成理所应当。别人招待我们，请我们吃，请我们玩，只是因为出于别人的好客，并不代表别人有义务这么做。而我们作为沙发客呢，一定要有回报，礼尚往来很重要。伊朗是一个穆斯林国家，伊朗有很多传统的文化以及宗教的一些禁忌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。比如说在公共场合，女性一定要佩戴头巾，男性绝对不能喝酒，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家里面。
当然女性也不能喝酒啊。另外呢，男性呢在外面呢，最好不要穿短裤，包括马裤。虽然没有法律说禁止男性穿短裤啊，但是我在伊朗这么长时间呢，我没有看到路上有人穿短裤，他们全都是穿长裤。所以呢，我们最好入乡随俗，在伊朗你在外面就不要穿短裤了。另外呢，在斋月期间呢，白天在太阳落山之前呢是不能吃饭的，这个呀是所有穆斯林国家的传统风俗。所以呢，我们作为游客一定要尊重别人的风俗习惯。不过呢，我这里也要分享几个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伊朗的女性呢，虽然是在公共场所一定要戴头巾，但是呢，她们呢，只要是能不戴头巾的地方，她们就绝对不会戴头巾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她们才会戴头巾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她们戴头巾呢，也不是那种标准的戴法，基本上她们前面的刘海都会露出来，而且很多人呢，头巾呢就只是挂在头上做个样子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她们只要能不戴头巾，就一定不会戴头巾。所以伊朗的女性呢，其实还是非常开放的。然后呢，伊朗呢是不允许喝酒的，你在商店是买不到任何酒的，包括啤酒。但是伊朗人呢，很多人都特别想要喝酒，所以他们经常呢会自己在家里自己做酒，做 whisky， 然后呢，偷偷的卖。他们这种销售啊，都是通过朋友介绍的，因为他们不论是买酒还是卖酒都是违法的，所以他们呢只能通过地下交易。这个也是伊朗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。然后关于斋月吃东西，这个真的特别搞笑。当时斋月之前呢，我就自己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，我就在想嘛，斋月期间白天不让吃饭，那我就自己在家里偷偷吃点零食呗。但是呢，我后来才发现呢，当地人呢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根本都不遵守，他们白天照样吃，根本就不会管这些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些饭店在斋月期间白天是要关门的。但是这些饭店并不是真正的关门了，你只要推开门进去，你照样可以点吃的，而且很多地方都可以点外卖。所以啊，斋月对于现在的人来讲，尤其是年轻人，真的就只是一个形式，并没有多少人会去真正的遵守。所以伊朗的斋月呀，对年轻人来讲，真的就只是走一个过场而已。在伊朗旅游啊，很多软件，如果你运用得当的话，你会真的非常方便。比如住宿的话，用 Hostelworld 预订青旅非常便宜，因为伊朗是被制裁的国家嘛，大部分的订房软件都用不了，只有几个软件是可以使用的，而这个 Hostelworld 是其中最好的一个。但是因为在很多城市它没有青旅，所以你这 Hostelworld 即使能用，在那个城市也无用武之地，所以呢，你最好搭配 TripAdvisor 进行使用。但是呢，一定要注意信息的时效性，因为这个上面很多的信息啊，时间都非常老旧，你自己要看清楚。打车呢，就要用 Snap， 这个 Snap 真的非常非常好用，而且价格非常非常便宜。在市区啊，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公交车来使用。用这个 Snap 啊，一定要有当地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呢，还会涉及到一个接听当地电话的问题。这个对我们游客来讲，尤其是不会波斯语的话，会比较麻烦。所以你呢，可以让你青年旅社的员工帮你预定，或者说你自己叫车之后，让一个当地人帮你接下电话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地图的话，我推荐 Organis Map， 这个呢是在离线的状态，你可以查到地铁信息的一个软件，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另外呢，一个 MapMe 这个也是可以的，也挺好。但是啊，我这里要说一点呢，有很多人呢在色拉子遇到了 GPS 用不了的情况。我也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我出门之后，我发现 GPS 定位错了，明明我是在色拉子，但是它的定位却在德黑兰。所以这一点呢，真的非常麻烦。当时遇到这种问题了，我就是一直把手机打开，然后随便瞎逛，一边逛的时候，我一边来刷那个手机上面的那种定位，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才回到这里。后来我回到青年旅社了嘛，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也遇到这种情况。不论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，不论你是用谷歌 Map 还是用其他的那种地图，都遇到这种情况。所以你们要注意一下。最好在那个离开你的青旅的时候，你要把你的青旅的信息先在你手机上进行保存。万一你在外面就定位回不来，你不知道怎么走路，你有了青旅的信息，你还可以让
出租车司机帮你找一下，这还比较好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没有定位，又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。然后就是预订大巴车票，这个没有专门的软件，但是有一个网站叫做阿里巴巴，它最后是点伊朗，这是伊朗本地的一个订票系统。这个订票系统啊，一定要当地的银行卡才可以预订，所以我们外国人是订不了的，只能让青年旅社的员工帮你订。我们需要付给他一点手续费，手续费不贵，完全可以忽略。最好你们在去另外一个城市之前先预定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当天到现场去订票的话，经常会订不到票。因为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啊，他们这个大巴车的安排啊，就会比较的合理，他不会安排那么多的车，所以呢，你最好是提前预定，这样会比较好。社交软件呢，当地人最常用的就是 Instagram 了，即时通讯软件呢就是 Telegram 和 WhatsApp。至于 VPN 呢，免费的 VPN 呢，在伊朗基本上是用不了了，只能用收费的。而收费的呢，你最好是在去伊朗之前下载好，并且付好款，或者说你到了当地之后，让当地人帮你购买，因为很多青年旅社啊，它会提供VPN 的服务，价格也还可以，你们到时候到达伊朗之后呢，可以向你们的青年旅社的员工咨询一下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最后说一下伊朗旅行的安全问题吧，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。我这次在伊朗旅行了81天，再加上上一次在伊朗旅行的经验呢，我个人感觉伊朗这个国家还是相当安全的。至少我在伊朗的这2次旅行都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论是白天出行还是晚上出行，我觉得都挺安全的。至少我没有丢过东西，也没有被偷过钱。而且我在外面的时候，我感觉周边的人对我都非常友善，所以呀，伊朗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安全的。然后在德黑兰的时候啊，我听说很多人呢在外面在路边玩手机会被那种骑摩托车的人抢。这个呢我真的没有遇到过，也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嘛，你们自己在外面就尽量不要去玩手机嘛，尤其是在车辆比较多的那种地方。不管有没有这种现象，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吧。其他的呢，基本上就没什么了。我感觉这个国家还是相当安全的。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旅行81天总结的经验，希望对你们打算来伊朗旅行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。基本上就这些了。下一站呢，我就要去巴士拉，正式开始我的伊拉克之行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。行，咱们巴士拉见吧，拜拜。